布置盯上巴拿马运河，中国位于地中海的港口，美国也有想法了。美国一直在叫嚣着要拿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堵住中国贸易通道之际，我方采取反制措施，所以巴拿马运河港口收购案仍未全案美方设想推进，目前仍在协商。没想到美国又瞄准了中国控股的一个希腊港口。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一、巴拿马运河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巴拿马运河有2个关键港口，分别为巴尔博亚港与克里斯托瓦尔港，它们如同运河的咽喉，一东一西扼守着运河的出入口，掌控着全球航运的命脉。谁若能掌控这2个港口，便等于握住了巴拿马运河的钥匙。出人意料的是，1997年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集团在激烈的国际竞标中脱颖而出，成功斩获了这2个港口的运营权。这一壮举不仅标志着中国企业首次涉足巴拿马运河的港口业务，更在全球航运版图上刻下了中国企业的印记。李嘉诚的决策背后是对巴拿马运河巨大经济价值的深刻洞察。据统计，每年有超过 1.4 万艘船只穿梭于此，货运量高达3亿吨，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5%。 此外，巴拿马运河还具有不可估量的军事战略意义，它极大地缩短了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的航程，提升了军事行动的效率，而美国每年仍有近100艘舰艇通过这条运河。到了2017年，中国与巴拿马正式建交，两国关系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企业趁势而上，积极投身于巴拿马的基建领域，从港口、码头到道路、桥梁，中国企业的身影无处不在。中国港湾集团承建的阿马多尔邮轮码头项目，不仅提升了巴拿马运河的国际地位，更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与此同时，另一家中国企业蓝桥集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成功拿下了玛格丽特岛港的运营权。这个港口作为巴拿马最大的港口之一，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2. 巴拿马要把中方踢出局。今年初，美国高层访问巴拿马后，尽管巴拿马官方仍坚称运河主权不容侵犯，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驻军要求，表面上展现出对中国在巴拿马港口经营权的坚定支持。然而，局势很快发生了微妙变化。巴拿马方面开始以各种方式对中国在当地的项目制造障碍。首先，负责港口运营的长和集团与美国贝莱德集团接近达成一项港口出售协议，这一动向引起了广泛关注。好在中方及时介入，在交易即将尘埃落定之际成功阻止，使得贝莱德集团的企图未能得逞。而巴拿马还要维护和中国其他的贸易利益，不敢轻易正面冲突。没想到在7月又宣称与中国签订的港口经营权协议存在违宪问题，并请求法院立即作出裁决，宣布相关续约合同无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合同在5年前已经经过严格审查，且当时巴拿马方面对中方的运营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上述策略均未奏效的情况下，巴拿马又祭出了新招。据多家媒体报道，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正计划在运河上兴建2个战略港口，并已启动项目招标，寻找合适的投资者。尽管招标国家未明确列出，但外界普遍猜测中国已被排除在外。自巴拿马政府决定不再与中国续签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协议后，中巴合作便陷入了停滞状态。而这2个即将兴建的战略港口，无疑是为美国及其盟友量身打造的，这一局面似乎已难以逆转。3. 美国又想剥夺中国对地中海港口控制权。美国可不止盯上巴拿马运河港口，如今他又将目光锁定在了中国控股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上。他此举意在限制中国对海上供应链的掌控力，进而削弱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目前中国最大的港口与航运集团中远持有比雷埃夫斯港 67% 的股份。美国可能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中国放弃控股地位，甚至完全退出该港口的运营。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可能会采取多种策略，包括鼓励美国及西方投资者收购中企股份，以及在关键港口推行新的海关政策与监管制度。比雷埃夫斯港之所以成为美国的关注焦点，是因为其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连接欧、非、亚3大洲贸易路线的核心枢纽。而对于美国可能改变该港口控制权的计划，希腊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并不知情。有分析指出，美国此轮针对中国全球港口布局的行动，是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扩大海权及全球海上影响力计划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从巴拿马运河港口案中便可以看出，
美国担忧一旦发生冲突，其在全球重要枢纽地区的行动将受到中国的制约。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对外国船只和港口的依赖度过高，且在许多国际重要枢纽港缺乏控股，如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和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可以预见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的潜在风险，并非美国针对中国全球港口布局的唯一案例，未来或将面临更多新的挑战与风险。刚刚打完伊朗，转头又轰炸黎巴嫩，以色列究竟要干什么？以色列在6月24号被迫进行停火，伊朗也相继宣布了停火公告。没想到过了还不到3天的时间，以色列就开启了新一轮的报复袭击。在与伊朗的导弹袭击中，以色列损伤惨重，所以将怒火转向了没有还手之力的黎巴嫩。据环球网消息，在6月27号，以色列无视并撕毁了与黎巴嫩在去年11月份签订的停火协议，对黎巴嫩南部的大片区域发动了一系列猛烈空袭，造成1名妇女伤亡，11人受伤。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以色列再次空袭黎巴嫩。以色列战机在6月27号上午开始，对黎巴嫩的纳巴蒂耶和利塔伊河以北地区进行了连续空袭。据有关报道得知，在20分钟的时间里，至少遭受了15次打击。黎巴嫩称，自去年的11月已经与以色列签署了结束敌对行动的停火协议。纳巴蒂耶遭受了以色列的2次重大袭击，以色列不仅公然践踏了签署的停火协议，还破坏了整个地区的脆弱平衡。但是以色列没想到，也门胡塞武装迅速做出了表态，他们表示胡塞武装会对以色列进行持续打击，直至他们将侵略行为结束为止，并不会将他们的侵略行为作为孤立事件。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后，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那就是在这场冲突中，阿拉伯国家很多媒体都看不下去了。黎巴嫩已经陷入了人道危机中，偏偏以色列又对其火上浇油，这是打着反恐的名义对他进行的战略挑衅。对于胡塞武装，很多人或许觉得他们不过是一支地缘边角料，对以色列的威胁非常有限，但其实从去年10月份爆发的加沙危机至今，以色列本土与红海航线已经遭受了胡塞武装的多次攻击，如使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以及自杀式无人机等，就连美国的海军都得出动舰队进行全天候的拦截。而这一次支持黎巴嫩报复以色列，被胡塞武装公开写进了声明，就是为了当众告诉以色列对他们的挑衅行为奉陪到底。这一局面对于以色列来说基本上讨不到什么好处，甚至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毕竟不到1周的时间，3条战线同时开火，如被迫和伊朗停火到轰炸黎巴嫩，再到进行参战表态的也门。更搞笑的是，这些冲突都是由以色列挑起的。原本想着通过恐吓的手段使对手进行屈服，没想到激起更多国家的怒火。要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处于涉嫌贪腐案中，国内的支持率都低到谷底了，在外还要维持自身的强人形象，以此掩盖他在国内的丑闻与无能。一个国家的领袖将战争当成了政治工具，那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和平。2. 以色列突袭黎巴嫩的原因。黎巴嫩与以色列的边境在伊以冲突爆发以来就在高压状态中，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实力协助伊朗向以色列施压遭到了多次指责，而以色列越境侦察、炮击村庄也遭到了黎巴嫩的谴责。两国之间你来我往，互相指责，虽然没有正式的公开宣战，但火药味早已非常浓重。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突袭中有一点尤为那就是前不久以色列刚与伊朗达成临时停火，虽然协议还并未完全落实，但是在地区中已经露出了平静的苗头。没想到以色列却又搞突袭，那是不是以色列并不想真正结束这场冲突，还是说他想在多线战略中将第二战场彻底打开？要知道，伊朗与以色列在本轮冲突多日，两国都在各自进行胜利宣传，但是以色列毫无偃旗息鼓的想法。以色列国防部的部长卡茨在近日表示，之前对于伊朗的空袭行动只是一个开端，而且他已经下达了一道军令，那就是要求以色列国防军制定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这项计划根据他的表述可以分为3大核心内容。首先，以色列的空中优势必须得以保持；其次，对于伊朗继续发展核武器和导弹的项目进行阻止；
最后就是回应伊朗支持反以势力的活动。前2点内容与以色列之前的行动目标没有太大区别，所以以色列着重针对第3点内容，对伊朗支持的反以势力活动展开打击。这意味着以色列的下一步计划不只是对伊朗进行打击，还要对抵抗之湖的其他力量，如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还有伊拉克民兵组织等进行彻底清算。重新审视山西省会，为什么说迁往阳泉会是明智的选择？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山西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闻名于世。但当我们提及山西的省会，更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太原的身影。作为山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太原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城市的演变，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考虑省会选址的合理性呢？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经济增速垫底的山西省。山西位于华北、西北与华中交界之地，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紧邻太行山，与河北为邻，西边则毗邻黄河，与陕西隔河相望，南北两侧分别与河南、内蒙古接壤。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山西成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山西城南北长东细段，其南北长约682公里，东西宽约385公里，面积约为 15.67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1.6%， 常住人口 3445.96 万。山西的交通网络发达，石太铁路、大西高铁、太绥高铁等重要线路在此交织，使得山西能够便捷地通往京津冀地区，连接环渤海经济圈，并延伸至长三角、珠三角等重要经济区域。此外，山西资源丰富，尤其以煤炭资源著称，保有量巨大，占全国总量的 17.3%。在2024年，山西的规模以上企业原煤总产量更是占到了全国同期产量的 26.7%。这一地位使得山西被誉为煤海。然而，尽管资源丰富，山西的经济发展却因过度依赖煤炭产业而显得步履维艰。2024年的 GDP 为 2.55 万亿元，排名全国第21位，增速在全国31个省份中垫底，且是唯一一个经济负增长的省份。2. 山西省的区域中心城市太原。太原市位于山西省中心地带，东西方向长约 114.25 公里，南北宽度达107公里，总面积达6988平方公里。太原的地形地貌丰富多样，包括山地、丘陵、平原、盆地和谷地等5种类型，其中山地面积最为广泛，而谷地面积相对较小。太原市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炭、铁矿和石膏等矿藏极为丰富。此外，硫磺、铜矿、硝石和石灰石等资源也十分丰富。由于山西省被誉为煤海，而太原就坐落在这个煤海的中心位置，其煤炭蕴藏量在山西省内排名第4。太原的煤炭资源不仅蕴藏量巨大，而且煤炭种类繁多，包括无烟煤、焦煤和寿煤等，且埋藏较浅，易于开采。作为山西省的省会城市，太原经济发达，交通网络便利。该市的产业以种植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特别是近年来，太原市的经济发展迅速。2024年，太原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418.8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另外，太原市还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历史遗迹，如晋祠、龙山石窟等，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3. 山西将省会迁往阳泉是明智选择。阳泉市坐落于山西省的东部，紧邻太行山脉中段西侧，是华北与西北之间的重要交通要地。相较于省会太原，阳泉的地理位置更为突出，与河北省接壤，距离首都北京仅约300公里。还地处太原、石家庄2个省会城市中间，与两者均相距约100公里，具有城东接西、双向支撑的战略地位。这种区位条件有利于与周边省会城市形成经济互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该市交通网络四通八达，无论是铁路、公路还是水路交通都十分便捷，为省内外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阳泉还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作为以煤炭资源为主导的城市，其煤炭储量丰富且品质卓越，为中国的重要能源基地之一。同时，铁矿、泥土矿等矿产资源以及石灰石、石膏等非金属矿产的丰富储量，为阳泉及至全省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若将省会迁至阳泉，不仅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优势，更能为全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强大的动力。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度日益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已成为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尽管阳泉曾因煤炭开采面临环境问题，但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环保政策的实施，其生态环境正在逐步得到改善。将省会迁移至阳泉，不仅可以借助其地理位置的优势，进一步推动城市环境的整治和生态修复工作，还能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生态文明城市。此举不仅有助于提升阳泉的城市形象，更能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树立典范。距印度仅20多公里，中国班公湖大桥终于建成，战略价值究竟有多大？近期我国西藏阿里地区的日土县发布了一条关于自驾行的公告，直接导致印度破了大风。导致这一方面原因就在于，这场自驾行可是包含了我国精心策划的班公湖大桥。目前班公湖大桥已经正式通车，不仅改写了中印在班公湖地区的力量平衡，只要我国愿意，还能将印度的防线瞬间崩塌。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班公湖大桥的影响力为何这么大。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美丽神奇的班公湖。位于青藏高原西部的班公湖，它的东西两端最长的距离可达155千米，而南北两端的宽度平均仅有4000米，是世界上最狭长的湖泊之一。班公湖目前被中印实控线一分为二，正处于中印两国共同控制的状态。班公湖 68.5% 的面积被我国掌控，可达413平方公里。马嘎藏部、过马区等是班公湖的主要补给水源，而它们正处于我们国家的控制范围，因此东半部分的湖水属于优质淡水，对于鸟类、鱼类的生长都非常适合。另外，旅游业的发展也更适合。剩下的 31.5% 由印度控制，也就是191平方公里的面积。该区域因淡水稀缺，蒸发作用显著，形成了典型的咸水湖，生态环境严峻，难以支撑印军在此进行大规模驻军和开发活动。坐落在班公湖北岸的8座山峰，因形似手指，该地区被冠以手指区的称号。其中从西至东的山峰依次被命名为第1指至第8指。这一地带不仅是中印军事对峙的关键区域，还是双方主权争夺的焦点地带。目前印度控制着第1至第3指区域，其中楚舒勒附近的区域尤为关键，被视为其前沿阵地，而第4指区域则处于中印实控线的核心争议之中。从第4指的制高点可以俯瞰班公湖的中段。2020年，中印在该地区发生了对峙事件。此后，我国加强了对第4指区域的控制力度，并成功实控了东侧的第5至第8指区域。第8指附近就是我国建设班公湖大桥的区域范围。在5月份的中旬，阿里地区日土县开展清澈带，只为中国首届环班公湖自驾边疆行活动。活动中，16辆越野车相距班公湖景区码头，随着发车指令响起，环湖之旅正式开启。此次环班公湖旅游路线精心规划，途经日土宗遗址、下达措遗址、原始红柳林、乌乡村班公湖码头等，最终返回班公湖景区的起点。这不仅是我国第一次将班公湖大桥进行公开披露，同时还向外界传递了班公湖已稳稳掌控于我国手中的信息。2. 班公湖大桥的战略意义。据欧亚时报于2024年8月初的报道，根据最新卫星照片显示，中国在班公湖地区正在加速建设第2座公路大桥。目前该桥已进入铺设沥青的最后阶段，预计不久后将正式通车。回溯至2022年，我们曾在距离边境线仅20多公里的湖面最窄处建造了一座500米长的预制件公路大桥。这座桥虽只适用于轻型装甲车辆的通行，但彻底结束了班公湖无桥梁的历史。事实上，这座桥作为预备工程的一部分，为后续的更大规模建设奠定了基础。如今紧邻其旁，我们正在建设一座更为宏伟的新桥。新桥的桥面更宽，承重能力更强，甚至可以容纳15式轻型坦克的通行。这一进展无疑令人振奋，标志着我们在班公湖地区的交通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关于这座大桥，自2022年印度媒体报道后，其关注度与担忧度在印度全国范围内激增。他们担忧的是班公湖大桥建成后将极大缩短我国在班公湖周边地区的物资和部队调动时间，进一步增强我国在班公湖地区的影响力。印度的疑虑并非无中生有，班公湖大桥的实力不容小觑。此大桥一旦建成，
将显著缩短两岸的交通距离，使解放军能够从原本的数百公里绕行减少到几分钟内即可抵达，极大地提升了军事响应速度和效率。此外，班公湖大桥的强大承载能力，使其能够安全地容纳如15式坦克等高原作战环境专用的武器装备通过，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在班公湖地区的军事部署实力。同时，中国正在积极推进新藏铁路项目的建设，初步测量工作已圆满完成，接下来的规划及开工建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新藏铁路的全长规划将达到2000公里，不仅将为西部边境带来新的助力，稳固边境环境，还将促进边境地区的贸易交流。未来班公湖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枢纽和基地，对边境地区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云南未来富得流油的8个县，各个发展潜力巨大，有你的家乡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拥有39.41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以及4655万的常住人口。202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3.15万亿元。今天就让我们来盘点一下云南未来发展潜力巨大的8个县市，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安宁市是云南省辖县级市，它位于昆明市西南32千米处，总面积1301.8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1.14万，城镇化率达 85.98%。作为云南首个千亿县候选，以钢铁、石化及新能源电池产业为核心。2024年安宁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59.59亿元，同比增长 0.5%， 被称为云南工业第一县，工业基础与生态协调发展优势显著。隶属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弥勒市，其面积4004平方公里，常住总人口为53.39万，城镇化率 55.66%。弥勒市在2013年的3月被撤县设市，它的地理优越，交通发达，是接轨滇中、连接两广重要枢纽。弥勒市的文旅与特色农业双轮驱动，红酒庄园、东风韵小镇等文旅项目带动收入增长 63%。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532.22 亿元，其特色农业与旅游融合潜力大。隶属于云南省直辖县级市的腾冲市，由保山市代管，还有着地热之乡极边第一城的别名。其面积5845平方公里，户籍总人口 69.4 万。腾冲不仅是中国通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门户和节点，还有着中国翡翠第一城、中国琥珀之都的称号。另外，它还是文旅与边境贸易的核心区，火山热海、边境贸易等资源突出，年游客量突破1200万。2023实现生产总值343.61亿元。作为第一支柱产业的旅游业，年总收入有259.1亿元，其文旅及边贸发展空间广阔。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蒙自市是滇南中心城市核心区，总面积222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59.51万。蒙自市地貌由盆地、山地、岩溶组成，地势大体上北高南低。蒙自市矿产资源主要有9个矿种，如银矿、煤炭、铜矿等，其中白牛场银多金属矿以探明为我国目前最大银矿，其有色金属产业占全国 12%， 锡矿等资源支撑工业发展。2023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476.49 亿元，是云南工业强县的重要代表。隶属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辖县级市的大理市，属北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类型，年降雨量为1051.1毫米，总面积18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 79.01 万。境内主要有苍山、洱海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以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古城等景点。大理市的旅游与光伏产业协同发展，洱海生态旅游、光伏板产业推动旅游收入增长 40%。 2023年的 GDP 超546亿元，生态与新兴产业融合潜力大。隶属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楚雄市，是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它东距昆明152公里，西距大理179公里，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其面积为443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有 61.20 万，城镇化率也达 69.69%。 楚雄市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其中山地占全市总面积的 55.8%。 作为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楚雄市，拥有基础扎实的烟草、冶金及生物制药产业。2023年的 GDP 达 635.29 亿元。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产业集聚与创新能力突出。隶属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景洪市，其面积6866.5平方公里，
常住总人口66.38万，城镇化率为 60.18%， 文旅资源丰富，如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曼听公园、西双版纳民族风情园、西双版纳野象谷、湄公和星光夜市旅游休闲街区等。依靠独特的民族风情与自然景观，景洪市被列为云南省重点文旅县，依托热带雨林等资源，旅游产业增长空间大。2024年的 GDP 达 452.9 亿元。隶属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海县，其面积5368.0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5.97万，城镇化率为 36.98%。县内的旅游资源丰富，主要有大邑庄园景区、勐景来景区、独树成林景区、勐巴拉雨林小镇、景真八角亭景区等。另外，勐海县还是普洱茶核心产区，被誉为中国普洱茶第一县，拥有 90.72 万亩茶园和 5.62 万亩古茶树资源，茶产业综合产值达 339.6 亿元，特色茶叶品牌化与深加工潜力显著。未来10年，甘肃省或将消失的5个县，有你的家乡吗？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甘肃省，拥有 42.58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以及 2458.34 万的常住人口。202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 1.3 万亿元。未来甘肃省可能会有一些县面临着撤县社区以及县域整合的行政区划调整。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人口持续流失将被合并的县。两当县是一座隶属于甘肃陇南的下辖县，正处于陕西、甘肃和四川3省交界的秦岭山区，有着秦陇之汉壁、巴蜀之晋后的称号，名字也是因为境内的两当河而来。两当县的东西最长距离有35千米，南北长约85千米，其拥有1408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以及 3.86 万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也仅有 49.69%。县内的特产为两当狼牙蜜，是蜂蜜中的上品，它的主产区为甘肃省的两当县和徽县，出口于亚、欧、美等地区的国家。在2024年的 GDP 也达到了 15.39 亿元，同比增长了 6.5%。因为两当县的常住人口还不足5万，城镇化率也较低，青壮年外流严重，后期可能被周边县合并。隶属于定西市下辖县的张县，正处于秦岭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其地势呈西南高、东北低。张县拥有 2165.18 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以及 16.31 万的常住人口。此县拥有2个国家级的4级景区，为贵青山和遮阳山，还有一个贵青山植物园是3级旅游景区。另外还拥有不仅种类多，储量还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目前已经发现了17种矿产，且已有10种产明储量并开发利用过，如金矿、红柱石、岩和水泥用灰岩等。拥有中国蚕豆之乡和中国沙棘之乡的张县，在2020年的2月份退出了贫困县，在2024年的 GDP 也达到了 47.3 亿元，同比增长了 6.9%。因为此县的经济总量较小，人口长期属于负增长状态，与相邻的民县合并已经讨论了许久。隶属于甘肃省平凉市下辖县的重信县，地处暖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区，年降水量仅有 546.4 毫米，蒸发量却高达 1283.6 毫米。在地势上呈西北高、东南低，在地形上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重庆县拥有 848.41 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以及 8.04 万的常住人口。此县的矿产种类繁多，如煤炭、铁矿、铜矿、硫磺以及石灰石等。另外，煤炭的探明储量占全省的 20%， 达 13.7 亿吨，主要分布在重庆县的西部，煤炭的占地面积有 74.8 平方公里。而且县内拥有众多的风景名胜，如龙泉寺和华夏古槐王等。重庆县在2019年4月28日退出贫困县，在2023年的 GDP 也达到了 64.75 亿元，同比增长了 6.4%。因为人口少于10万，产业单一或与灵台县合并。2. 优化行政区划的调整。隶属于甘肃省兰州市下辖县的榆中县，因为该县的南北长达92公里，东西宽54公里，所以拥有 3302 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以及 47.39 万的常住人口。该县地处陇西黄土高原，其地势南高北低，中部低洼。另外，榆中县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春季干旱，夏季炎热，年降水量在300毫米至400毫米，但蒸发量高达 1343.1 毫米。因为榆中县与兰州市区和兰州中川机场的距离分别为38千米和100千米，
所以拥有较为发达的交通，境内的兰屿、陇海等铁路以及公路纵贯南北。境内的兴隆山是国家4级风景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2023年的 GDP 也达到了195.57亿元。目前榆中县已纳入兰州一心2亿规划，未来可能会对其进行撤县设区。隶属于甘肃省酒泉市下辖县的瓜州县，该县的东西长185千米，南北宽220千米，拥有 2.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以及 13.2万的常住人口。瓜州县有3种基本地貌形态，为山区、戈壁和走廊冲积平原，其地势南北高，海拔在1150米至2000米之间。另外，瓜州县的日照时间长，广资源丰富，年均降水量仅有 49.2 毫米，可年均的蒸发量高达 2577.4 毫米。瓜州县不仅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典型荒漠绿洲灌溉农业区，目前还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特色农业的转变。该县盛产的特色农产品有枸杞、蜜瓜和甘草等，产业面积高达80万亩。在2023年的 GDP 也达到了131.7亿元，同比增长了 7%。如果大敦煌旅游经济圈的建设进一步推进，可能会进行区域整合，